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财商训练营，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财商课第12课投资学。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布置了几个作业，我看了大家的写的作业，然后呢让我挺惊讶挺惊讶，确实很多人的财商提高了但是还是有上了几天课跟白上没啥区别的。我们第一个作业讲的是一对夫妻经营一个工厂能够一年做2000多万的营业额，然后也能赚300多万左右的利润。他们在5年前跟朋友合伙投了一个小工厂，工厂他们没有经营交给了一个只有20%股东的人在经营，一直在亏损，投了这300万钱一直没收回来。现在他们发现这个人有问题，所以他们有2个选择：一，她老公拿50%的精力去参与经营管理；二，自己再投个200万我们就问大家到底应不应该投我看到很多人说投只要我们能够有把握赚钱，我们就投我们把这个亏了300万必须得赚回来呀这就证明你的财商非常低，你没有看懂什么是什么是沉没成本什么是沉没成本。我们来看一看会计学上对沉没成本的描述沉没成本是指对以往发生的但与当下决策无关的费用。从决策的角度上来看，以往发生的费用只是造成当前状态的某一种因素用财务上的语言可能给大家讲，大家不是太听明白，我们就用人话给大家翻译一下。沉没成本指的是以前你的犯得下的一个错误，你现在是要不要继续去拯救它，这是以前的错误。你在5年前你遇人不淑，你给别人投了200万，你只占了40%的股份，你也不管财务，你啥也不管，对不对？结果他把生意给你整亏了，整亏了以后，你现在想救你那300万，对不对？你想救你那300万，所以你要再投200万。我告诉你，这是个真实案例。如果我这个学生不咨询我，他一定会投，他已经做好决定了，跟股东会都开好了。为什么呢？他就认为如果我不投，我不救这家公司，我这300万就没了。但是关键是有没有可能你这200万投进去，200万也没了呢？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生意做得不好，反而影响了你的主业？你原来一年能做2000万的企业也会受影响呢，对不对？当然了，有人说了，老师，那如果说我有80%以上的把握，只要我老公拿出50%的精力来进行它一定能赚钱，那要不要投？也不投。为什么呢？除了沉没成本以外，还有一个叫做货币时间价值。什么叫货币时间价值？举个例子今天我老公把50%的精力放到了这个亏钱的小厂上，我一年就算赚100万。但是如果我把我这50%的精力放到了主业上，我的主业的这个厂上，有可能我一年能多做1000万。这边100%是我的股份，这边我只有40%。我今天这200万投资在这个亏钱的企业，有可能继续亏。我把这200万投资到我赚钱的企业，可能它能赚得更多。那我为什么要这个呢？我宁可把这个公司关掉，如果是我的话要不就让它自行发展。反正就是让我，除非什么呢？我既有80%的把握我能赢，我又不用自己出精力，我只要在公司挑选一个有能力的人去，这事就能帮我摆平。第三，不用我出钱，让那2个股东出钱。如果是这样，我就愿意干。就算没做成，亏的不是我的钱；就算如果说做成了，那更好，皆大欢喜。要不然，如果是我这个项目，我会这样去做。有没有发现周老师的思维路径要比你的更宽泛，对不对？或者说，我就把我的股份转掉，卖掉，卖给我那2个股东，或者卖给别人，我能收回一点是一点。你们知道很多人是怎么死的吗？就是死在了沉没成本上。这个人去拉斯维加斯赌，本来一共就输了500美金，他走就行了，就是觉得不行，我从哪里跌倒，我一定要从哪里爬起，我必须赚回来。结果咔嚓输了2万，必须把这2万赚过来，咔嚓输了100万，必须把这100万赚过来，咔嚓输了500万，必须把这500万赚过来。为啥非要从这里跌倒，又从这里爬起？做生意的本质就是有赚有赔。你们知道穷人为什么穷吗？
就是因为穷人做生意、创业或者投资，他们只想赢，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输了怎么办。在座各位，你们知道小孩子玩游戏啊，玩一个奥特曼都能够玩1天1夜、3天3夜，玩一个小石子都能玩好几天。那为啥我们成人觉得小孩玩得很无聊，我们觉得玩得很好玩呢？有一次我跟我2岁的儿子罗伯特一起玩游戏，我们玩打枪的游戏。当他打我的时候，我就假装打倒，让他赢，我认为他会很开心。但是当每一次我都提前倒地的时候，他不但不开心，他说：“爸爸，你别着急，你先开枪打我一下。”哎，我一想不对劲儿啊，这什么情况？就是对于孩子来讲，玩游戏不在乎输赢，他在乎的是玩游戏的过程。投资一定有输有赢。我在这里投资亏了，我不一定非要在这个项目上赚回来，我去其他项目上赚回来不也是一样的吗？对不对？我有一个学生，这个财商导师班学员真的是太可怕了。他的一个好朋友发小啊，做了一个玉米汁儿的一个饮料啊，让他投资，他自己投了500万。后来他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他朋友找他借钱，他又去找他朋友的朋友借钱，他一共凑了多少钱呢？一共凑了1000多万。结果现在这个企业一直在亏损，很多人是借的高利贷给到他，天天找他催债，他很痛苦，他很痛苦。然后他就去找到了这家公司，调查完以后发现他这个发小压根儿就没有用心的经营公司，挪用了很多钱在自我享受上。这个时候他就来咨询我了，他说：“老师，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你现在马上去做财产保全啊，然后看看能否把你的这个朋友他还没有挥霍完的钱能够给到你一点，对不对？2，赶快做断舍离，赶快跟这个项目说再见。你在这个项目上已经费了2年的时间，赶快做点其他的。如果你朋友能帮你还债就还，如果不能还债，你自己认了。”对不对？你就自己去做其他生意，赶快把那些债主的钱还了。结果他说：“周老师不行，我要去告他，我必须报警，我必须要把他抓走，我太生气了啊。第2，我把这个企业接手，我觉得这个项目很好。他之所以没干好，是因为他没有用心干。在座各位，你们知道吗？如果有财商的人，他不会这么干。中国的法律有3种，第一种叫做民事纠纷啊。今天你欠他钱，他欠你钱，你们2个人签合同发生争执了，你可以去起诉他，这叫民事纠纷，看法院怎么判，对不对？这叫民事啊。第2种叫什么？叫行政处罚。什么叫行政处罚？对不对？你这个广告法违反广告法了，你说我的产品是最好的，哎，工商局罚了你几万块钱，对吧？这叫行政处罚。那么第3种就是刑事责任了。换句话讲，就是我让我这个学生去起诉他做财产保全，不让他去报警，因为报警就是刑事，通过法院起诉他冻结他的财产是民事。刑事案件一般这个人就会坐牢，如果真的像他说一样挪用公款，这个人肯定得坐牢。当这个人坐牢以后，你再想把你投资款要回来，说实话几乎不太可能。你不如去做财产保全。你把刑事变成民事，做财产保全。财产保全是啥意思？就告诉法院，我告他欠我钱，然后呢，我现在要追债，对不对？然后他名下的房子、车子、有的资产全都会被冻结。如果真的你赢了，哎，法院会把他的房子拍卖，然后还债，还你钱，你还是能拿点钱回来的啊。这就是稍微有点财商都会选择这一条啊。然后第2，不要再去做这个企业了。如果你做这个企业能做成2年了，你早做成了。你现在还要去做，就这么说吧，我们通过风水上来讲，这个事就是不旺你，它是个坑，它是与你的轨道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你才会在这上面折损，对不对？但是为啥他不听我的，非要自己干呢？沉没成本。他在这个事上耗了2年，他在身上砸了将近1000多万，他就想我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我就是这个性格。记住，当你遇到一个人，这个人说碰到事就说我就是这个性格，想当年啊，你赶快离这种人远一点，你知道吗？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千万不能跟这种人做朋友，更不能跟他合伙创业，更不能以身相许嫁给他。凡是说想当年的人全老了，凡是说我就是这个性格的人，一生被性格所困，做不成大事儿。所以在座的各位，这是2个概念啊。我们再来讲第2题，就是那1个亿的，对吧？那1个亿亏了，你们知道最后是怎么选的吗？
你们知道真实是怎么选的吗？真实是他选付3000万去重新购买这个人的物业，而不选择用我的律师去起诉他，因为他认为我告他不一定能打赢，我还得付律师费。在座各位，他说律师费太贵了，律师费要付3万块钱，打赢官司还要再付你100万，太贵了。在座各位，你们知道一种财商低的表现是什么吗？你们把这句话写上，这句话很重要啊，就是小钱上抠搜，太抠了，小事抠啊，大钱儿就懵了，大钱很大方。就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就是说，就是买个菜跟菜农砍快8毛，砍半天，还偷别人一头葱，拿别人2头蒜，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买房子、买汽车，300万、500万、1000万不讲价买，就这种人就是傻。他投资1个亿的时候，他觉得这钱不多啊，他要再投3000万，他也觉得不多，付3万块钱律师费，他说多，你找谁说理？你这种人，就他太可恨了，你知道吧？